又一个全球首款来了。最近央视的一则报道无意间官宣了一款重磅装备，全球首款机载激光武器，而它被搭载在了歼11战斗机上。那中国为什么要搞机载激光武器呢？而且中国有那么多战斗机，为什么又偏偏搭载在了即将退伍的歼11上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早在93大阅兵时 ，LY-1舰载激光武器的亮相就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激光武器具备实用能力。而最近，央视军事在报道飞机机电设备时，无意中展示的一架歼11B的 CG 图像，透露了更多重要信息。报道指出，随着大功率有源相控阵雷达、激光武器等设备在战机上安装试用，飞机对功率供应和散热的需求大幅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了能量综合机电系统，即通过整合储能设备与储热设备，实现了能量的高效管理，提高了能量利用效率，又减轻了发动机的负担。从 CG 画面的细节能看出，这架歼11B 与目前量产的型号有明显不同。它不仅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取消了一间挂架的 T 型设计，机翼下方的挂架数量也从原来的2对增加到3对，新增的一对机翼内侧重挂架专门用于挂载激光武器吊舱，这些吊舱比普通电子吊舱更粗大，尺寸和歼10机腹的800升副油箱相近。结合2020年网络上流传的歼11搭载100千瓦激光武器吊舱进行测试的消息，此次央视的报道无疑是对该装备的半官宣。这架特殊的歼11B 很可能是用于测试激光武器系统与能量综合机电系统的改装机型。由于官方尚未对机载激光武器系统进行权威说明，对此感兴趣的军迷朋友们只能根据现有信息进行合理推测。而其中一位博主的分析，小编觉得比较靠谱，这里分享给大家。从吊舱的布置方式来看，这对激光武器吊舱挂载在机翼内侧重挂架上，攻击角度范围有限，显然不是为了替代机炮。如果要作为机炮的替代品，最佳安装位置应该是机腹中轴线，这样更有利于瞄准，还能降低火控系统的计算难度，而且只需一台吊舱就能满足需求。歼11左右两侧各挂载一台激光武器吊舱，且远离机身中轴线，这表明它更偏向于自卫功能。要知道，飞机的能量供应远不如大型军舰充足。过去机载激光设备大多用于探测，比如 IRST 红外光电搜索装置中的激光测距设备，或是用于引导激光制导炸弹的激光瞄准吊舱。俄罗斯苏57战斗机上的 101KS 环焦光电系统算是个例外。其中 101KSO 激光定向红外对抗系统能够破坏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的导引头，2个气泡状激光转塔还能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但中国歼11搭载的激光吊舱体积远大于 101KSO， 且攻击方向集中在正前方，显然不是为了对抗红外制导导弹。结合当前超视距空战成为主流的趋势，它更可能用于拦截敌方战机发射的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实际战况来看，战斗机遭遇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攻击的概率远高于遭遇红外制导导弹攻击的概率。截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红外制导导弹击落战斗机的战果。目前主流的激光武器如天卫、寂静猎手，功率在10到30千瓦之间，可以摧毁无人机或使光学传感器失效。舰载 LY-1激光武器，据外媒推测，功率达到了300到500千瓦，能够拦截无人机、反舰导弹等目标。俄罗斯 101KSO 的功率不超过低功率激光武器，却已具备对抗红外制导导弹的能力。而歼11搭载的激光吊舱体积较大，可能集成了散热系统和储能系统，在实战中满足3次左右的发射需求基本足够。毕竟在敌我机群数量相近的情况下，同一架战机遭遇超视距空对空导弹攻击的数量通常不会超过4枚，除非是单机深入敌方区域遭到多架敌机围攻，受限于飞机的能量供应。
当前机载激光武器的功率很难超过100千瓦，无法直接攻击100公里外的敌方战机，所以现阶段针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是更实际的选择。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就是光速打击，一旦锁定目标，几乎能瞬间命中，而且雷达已经具备锁定超视距空对空导弹的能力。在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就曾宣称使用 S-400防空系统击落过霹雳15导弹。如果歼11的激光武器吊舱功率能达到100千瓦，理论上能在中近距离破坏正面来袭导弹的雷达导引头。要知道，主流雷达制导空对空导弹在飞行中段需要依靠载机进行中继制导。当距离目标约30公里时，导弹自身的雷达导引头才会开启并锁定目标。一旦导引头被破坏，导弹就会失去目标，载机的安全也就得到了保障。具体的交战场景可能是这样的：歼11与敌方战机互相发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导弹在载机的中继引导下飞向目标。当导弹的导引头开启后，歼11启动激光武器吊舱，破坏来袭导弹的导引头，而敌方则只能依靠战机机动和电子干扰来躲避攻击。短期内，机载激光武器还无法替代机炮，一方面是因为功率有限，不具备摧毁敌方战机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超视距空战成为主流的当下，研发用于近距离格斗的激光武器并不现实。不过，它的用途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今，无人机在战场上越来越活跃，战斗机承担的无人机拦截任务也越来越多。用空对空导弹拦截无人机成本过高，而且一架战斗机在巡逻时通常只携带4到6枚空对空导弹，面对成群出现的无人机，往往难以应对。激光武器吊舱只需占用1到2个武器挂架，就能实现多次攻击，剩余的挂架仍可携带空对空导弹，不会影响战斗机执行其他任务，为低成本拦截无人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人会疑惑，歼11作为苏27的国产防制型号，受技术出口条件限制无法出口，而且中国空军早在2015年就已全面停止生产这款相对落后的机型，这次为何会让它搭载全球领先的机载激光武器？答案其实很简单，用于测试激光武器的可靠性。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中国首款涡扇10B矢量发动机。最初并没有搭载在先进的歼20上，而是选择歼10B作为技术验证平台。等到涡扇10B技术成熟后，才批量装备歼20。对了，提到机载武器，就不得不说说关于航炮的争议。自从人类进入超视距空战时代，业内对于是否应该保留航炮一直存在2种不同的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派，在 F-22、F-35 等先进战机上都保留了航炮，他们认为航炮是战斗机最后的防御手段，一旦陷入超近距离格斗，航炮就能发挥决定性的攻击作用。而中国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歼20取消了航炮，沈飞研发的歼35也同样没有配备航炮。在中国科研人员看来，超视距空战早已能够决定战斗胜负，航炮逐渐变得可有可无。就像前面说的，在印巴空战中，歼10C能在180公里外击落法国阵风战机，在这样的作战距离下，航炮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歼20的攻击距离更是超过300公里，从设计理念上就不打算给对手近距离格斗的机会。这从侧面反映出美军对超视距作战仍不够自信，保留航炮是为了留下最后的反击手段，而中国则彻底放弃航炮，全面转向超视距作战模式。不过，取消航炮也带来了一个隐患，对空拦截缺少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敌军导弹锁定且拦截失败，战机很难摆脱危险。为了填补这道防线的空缺，中国这才将目光投向了机载激光武器，用它来替代航炮的作用。而且，航炮无论是占用机腹空间、外挂时削弱战机隐身性能，还是内置时挤占空导弹的存储空间，都存在不少问题。而第6代战机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些问题。以歼36为例，它的体型较大，即便采用内置弹舱，也能容纳足够数量的空导弹，同时还能额外携带一个激光武器吊舱，在保证隐身性能的前提下，为战机构建起一道激光防御防线。
激光武器不仅速度快、精度高、威力大，能够通过破坏导弹弹头来摧毁来袭导弹，还能高效拦截无人机。未来的空战不再是单一战机的1对1对抗，而是像歼20S 携带无人僚机那样的协同作战模式。无论是应对敌方的无人僚机，还是在本土防卫中拦截最大规模无人机空袭，激光武器都能凭借低成本、高精度的优势发挥重要作用。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